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欢迎来到2026年啊！相信很多人都知道，2026年我们频道呢，就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全新的 Project Car， 就是我们的 All New Proton Saga。我们 Rider ATS 频道跟 Rangerman 频道都各自买了一台 Saga。那在回顾2025年呢，我们在一整年间做了什么 Project Car 呢？其实就是我们的 MyV 啊。这一台 MyV 是第一代的 MyV， 相信一直有在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一直有追踪我们的朋友都知道，这一台 MyV 我们把它从一辆烂臭二手车 build 成了一台合规的赛车，就是可以去雪邦赛道跟一些职业赛车手一较高下的一台 MyV Race Car。那这一台 MyV 赛车呢，去年一整年为我们突破了非常多的重重困难啊。2025年的这一整个系列行为呢，可以算是一个自杀式行为。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我们的 MyV 是秉持着用最原装、最接地气、最便宜的改装方式来参加合规的一个赛车比赛，所以在2025年一整年间，5个赛事比赛中，我们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就是 Overall Championship 第2名。很多人相信在这一整个过程中，看到我们经历从把一台烂臭二手车 build 成赛车的过程，所以对我们是有一些信心，也没有那么怀疑我们。但是有很多人是突然看到我们就已经拿了 Overall Championship 的第2名，心中呢多多少少都会抱有一点怀疑的那个成分。所以今天这一集节目，我们要为大家剖析揭开我们 MyV 这一台车的改装秘密。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看到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参加这一个赛事。那如果你们要跟着我们的方式来做改装、做学习的话，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研究如何把赛车或者说把街车用最小的钱、花最少的精力，把它变成一台动力更强劲的车。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前身是，我是嘟嘟仔 Jermaine， 让他来细细的剖析我们这一台 1.3 原装不改引擎、不改电板、牙箱做了小小调整的 Perodua MyV。Every time I see my reflection clear, scars of the journey, the tracks we steer, the nights we raced, the dawns we chased, burnt our youth in the tires trace. Ain't that life the price we pay? Every dream's got a road to pay. Lose a lot to learn the game, crashing right
just today. Tomorrow the wind might take us away.其实2025年也是 MSF 主办方史上首次举办了这个 Myvi Cup 的赛事。之前其实就有举办过这个 Saga Cup， 然后这个 Myvi 515 Orient 同样也是 Rider ATS 第一次自己从零 build 一台赛车，属于自己的赛车出来，所以我们选择用了这个车身最老旧的一代 Myvi 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比赛。那么我们也仔细研究过这个 MSF Myvi Cup 它的 Rule and Regulation， 其中我们就发现到主办方对于这个 engine 或者是 gearbox 的改装都给了蛮大的很多种的可能性。简单来讲就是没有太大的限制基本上只要你有钱去砸相信都可以砸到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出来，几乎可以算是自由发挥了啦。不过 Rider ATS 本 Hash 以及我们的这个赞助商主要的理念就是我们想要用这个最小的改装来压榨这个 Myvi 的 1.3 engine， 看看一下它到底可以跑到多快。所以其实我们的改装我有信心讲，我们应该算是场上所有参赛车手当中最极简的改装。其中我们就更换了这个 drop-in 的 air filter， 整套的 full exhaust system， gearbox 的 final ratio。 至于在 engine 的部分的话，真的是保持了 99% 完全原厂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也相信你们不太相信我们的 engine 既然是这么原装，所以我们今天也去到一间 workshop， 直接把这个 Myvi 赛车的引擎掉下来，给大家用数字来感受一下这个 Myvi Orient 它的引擎方面到底是有多么的原装。首先这个就是 cam 凸轮轴 ，cam 这个东西其实一般上大家改装的做法就是会改叫做 high cam 高顶置凸轮轴，然后你从这个引擎方面很容易就可以分辨得出 high cam 的话，就算是在 idling 的时候 RPM 也会比较高它的声音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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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些人呢也会去把街车改成这样的 setting。至于赛车的话，更加多人，超级无敌多人会去选择改 high cam。我们用数字说话这个数字其实没有错，就是原装的 cam 的 setting， 没有改 high cam。再来的话 throttle body 大家同样也可以看到，这个 diameter 也是原装的尺寸，也没有去换一个 oversize 的 throttle body， 甚至包括到 piston con rod 这一些没有错。1298cc 的排量我们同样是维持着都是原装一模一样，没有 oversize， 没有扩缸，保持着原厂比较厚的 head gasket。bolt and stroke 方面也维持着原厂的设定，并没有拉长冲程。compression 压缩比方面也是一模一样，我们就真的是维持着 1298cc， 真的是多一个 cc 也没有。那么同样在 intake 的部分也没有 pot and polish， 还是维持着这个比较粗糙的表面如果经过 pot and polish 过后是长这样子的。piston con rod 方面同样也是原装的材质，不是这个 force 的轻量化 piston， 我们应该算是场上排量最小的车不过在真的场上竞争的时候，我们同样还是可以保持着非常强的这个竞争性。因为其实这个 Myvi Cup 就有被分为两组，第一组就是 Evo 组别我们简称它为爆改组。第二组就是我们所参加的这一组叫做 Rookie 组。所以我们身为一个 Rookie 的参赛者其实甚至是有机会去挑战到 Evo 组别的参赛者。再来 ECU 部分的话，我相信场上99%的选手都会选择去加电板 piggyback 等等那么我们同样还是维持着这个原装的 ECU setting。其实在一开始的这个改装方案之下其实我们都在想着用那么原装，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Myvi 的排气量其实最高是可以去到 1.5就是 Myvi 最顶级的那个 engine所以其实我们在 build 这台车的时候也有怀疑过到底我们维持着这个 1300cc 的排气量有没有优势，我们参赛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是真的为了赢的话，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去到 1.5的这个排气量？这样如果我们用 1.3 都不会赢，都没有竞争力，这样子我们这个参赛这些钱讲真的就是白烧了的嘛。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其他的车队的 Myvi 都换上了 high compression 的 piston， 赛车化的这个 high cam， 甚至 engine 都是 1500cc 起跳，有些车队甚至是已经进行过扩缸。所以你以排气量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 1300cc 几乎是没有一点优势我觉得也不会为其他的车队引起一些警惕性啦。那么我们唯一的这个优势就是只有稳定跟坚持，还有就是一个我们想要用原装也可以快的这个决心来证明一下。那么在保持所有引擎部件那么原装的状态之下，其实我们在这个机油方面就下了非常多的功夫。每一次的练习，每一次的比赛，我们都在不断的优化我们
这个机油的配方。然后机油我相信也是很多人会忽略啊，甚至是讲会不太注意的，认为一个 engine 只要有黑油有机油，它就可以发挥到100%，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啦。机油啊，这个 engine 的润滑油，作为唯一一个流动到所有 engine 部件的这个液体，真的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好像我们人的血液这样子啊。再举个例子，机油对于引擎的重要性啊 ，F1 最近很红啊 ，Mercedes 的 F1 team 啊，就是有我们的这个国油公司 Petronas sponsor， 再来法拉利车队，同样也是有效的这个技术配合，所以由此就可以得出嘞，油液的配方对于一个引擎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这次也邀请了来自德国的 Huber 机油加入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研发以及合作，所以这里也非常感谢 Huber 团队啊，帮助我们这辆 MyV 提供了全方位非常非常高性能的这个引擎润滑的解决方案，引擎到变速箱都全面的优化过这个摩擦系数以及热效率。我们在每场比赛、每一次的练习等等都好，都有吸收了解资讯，不断的优化。在这个 MyV OEM 只有原装 1.3 的引擎排气量之下，在完全原厂的硬件之下，压榨出这个引擎的每一份性能。所以油液对于一个引擎来讲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在这整个2025的赛季当中啊，总结了我们对于这个 MyV 的比较大改，大家可以看到的地方啊 ，drop-in 的 air filter、custom 的 full exhaust system 以及变速箱的这个 final ratio 之下，再搭配上一套非常非常完美的这个引擎润滑油，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把这个 MyV OEM 拿去 dyno 看一下我们在这些压榨之下，这个原装的引擎究竟可以爆发到多少的 horsepower。现在我们是把这个 MyV 用 towing 调来这个山位附近的一个工业区啊，主要我们就是来帮这个 MyV OEM 515来做一个 dyno 的部分啦。那么其实刚刚这个 MyV 是已经 dyno 完了，所以跟大家讲一个蛮好玩的一个东西啊，说我阿豪还有我们这个 Uber 的老板，我们就各自有猜测，预计一下看这个 horsepower 谁会猜到更加接近，所以给各位猜看一下这个 horsepower 大概是多少。这其实就是我猜到最准啦。我猜测这个 MyV OEM 啊，它的 on wheel 的 HP horsepower 啊是在92，那么实际 dyno 出来过后是在98.8 PS， 所以换算过来 horsepower 的话大概是96、97左右啦。那么没有错，我是猜到那个最准的。反正我是没有驾过这辆车的人，不过我确实猜到最准的。相信大家会觉得98 PS 没有什么特别，不过这个 MyV 赛车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就是它是搭载着 K3VE Perodo MyV 原装 1.3 的这个 engine， 所以其实在今年的第4个 race 我们其实都没有做过任何的大改，那么包括 air filter 我们现在也可以直接看到都还是有用这 air filter 啊，不过是 drop in 啦啊。大家要知道同样是 MSF Saga Cup 的话，应该全员200%都是没有 air filter 的。所以这个 MyV 我们相当自豪的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在街道用的一个 on road 的 spec road legal， 它不是一个花很多钱爆改出来的产品，它就是一个我们花各种心思从各种小部件来下手的一个赛车。所以随着这整个2025赛季的结束啊，我们的 MyV 就像我所讲的一样，它几乎就是场上啊动力最弱的一台。那么首先啊，在 Rider ATS 本 Test 的这个坚持之下啊，还有它的这个非常精准啊，花了很多钱 training 回来的这个驾驶技术之下，在这个 team management 轮胎策略之下，以及当然要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 Huber， 我们才成功缩小了跟高级改装组别之间的这个非常巨大的性能差异。最终我们在这个 MSF MyV Cup 的整个 season 里面获得了第2名，2025年度总亚军啊，这边给个掌声鼓励一下。没有错，我们用 1300cc 干赢了场上很多 1500cc 的这个对手。所以其实这整个结果来讲哈，我相信无论是 Rider ATS 或者是讲 Huber， 我们的机油技术方啊，都对于这个成绩来讲是非常的满意了。看到我们都已经把证据拿出来了，免费的订阅赶紧跟它订阅起来，因为说不定2026年的这个 Project Car 方案啊，我们的 Proton Saga 我们也会沿用这一个最省钱、最接地气、最平民化的改装方式，把一台车 build 成，我不能说它可以变成赛车，因为现在还没有这个 category 的赛事，但是我绝对会把它拿去雪邦赛道做合规合格的测试，看一看这台车它的圈数
可以跑出什么样的成绩。圈速好，代表在马路上面使用的话，效果一定也会好。记得继续关注我们 Rider ATH 频道，还有 Rangerman 频道。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 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Z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